我一直都很好奇啊，拆弹专家的防爆服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哎，今天他来了，哈哈。哎呀，其实呢，我只是为了买它呢，找一个借口而已。但是既然讲知识呢，就不能马虎啊，那咱们就边拼边讲吧。你很难想象啊，一件衣服它是怎么挡住近距离爆炸的威力的呢？哎，所以呢，它根本就不该叫做衣服，最恰当的比喻呢，应该叫做铠甲。因为看到它的形象呢，就让我忍不住的想起啊，中世纪那些只在眼睛那儿留了一条缝的骑士铠甲，它们倒是都起着同样的作用啊，就是保护穿着它的人呢免遭伤害，哎，至少呢也能够让受到的伤害小一些。爆炸啊，它会同时产生高温、高压和碎片的伤害，想要完全避免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哎，就连现在最先进、最昂贵的超级防爆服，也只能最大程度的减小爆炸所造成的伤害。在我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毕竟裹在外面的又不是坦克装甲。哎，对啊，既然不是坦克装甲，那它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哎，首先啊，防爆服往往是由好几种的高强度轻质材料分层组合而成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爆炸的不同伤害类型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了。其次呢，在这里面其主要防护作用的材料是一个咱们听起来可能还比较熟悉的东西。凯夫拉纤维，哎，熟悉吗？通常有它出现的场合呢，都会伴随着另外一个名字——防弹衣。对了，凯夫拉纤维也是防弹衣里面的主要材料，它是一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科技合成纤维。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呢，就注定会成为防弹领域里面最为理想的材料之一了，因为它的强度是同等质量钢铁的5倍，而密度却仅仅只是前者的1/5。韧性好、耐高温、易加工，这些跨界组合实属难得啊！凯夫拉纤维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本领呢，主要是因为它特殊的分子结构。哎，来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锁子甲的即视感呢？只不过呢，环环相扣的东西换成了高分子聚合物而已，而且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化学键还更有韧性、更有强度、更耐冲击啊！当子弹打过来的时候呢，凯夫拉纤维就会因为弹丸的拉伸和剪切而产生弹性形变，在此过程中，子弹的能量被迫向冲击点以外的区域扩散，动能的损耗导致了子弹的速度大大降低，最终被纤维网所拦截了下来，就无法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了。当然啊，跟单纯的防弹还不一样啊，防爆服面对的可是爆炸啊，所以它还需要在材料中添加能够阻燃的诺梅克斯纤维，以保护穿戴者免受爆炸产生的高温伤害。另外还不止于此啊。鉴于人体的胸腹部、颈部和头部呢都是高危区域，所以这里的防护也是加了倍的。在腹部这儿呢，就在原本已经很厉害的防护服外侧呢，还装上了复合防护板，以防止炸弹碎片高速射入。在胸部这儿呢，也加装上了特殊的刚性防弹板。之所以特殊呢，指的是放置它们的方式啊。偏着放，哎，这样就可以吸收爆炸时产生的高压，防止穿戴者因为肺部受到高压而窒息了。在颈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一个被加高了的大领子，让穿戴者的头呢像是被装在了一个喇叭里面似的，画风一下子就不对了。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爆炸会导致头部和躯干之间的加速度不同，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颈椎骨折。而这个看上去略显蠢萌的加高领子呢，其实是一个绞接在一起的脊柱保护器和支撑式颈托。到了头部这儿呢，首先是一个同样使用了又轻又强的纤维的头盔，其次是用复合材料制成的透明护目镜，哎，挡住了眼睛。看起来呢，这儿是个弱项啊，但也没有办法啊，毕竟从中世纪开始，好像我们就一直缺乏更好的解决方案。你说要是戴个全包的头盔，然后透过 AR 来观察外面的环境，可以吗？哎，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思路啊。但是为什么设计防爆服的工程师们就没有想到呢？不应该啊，肯定另有原因啊。我最后呢会分析一下。好了，这样360度无死角的把拆弹专家包裹起来之后呢，我相信防爆效果肯定不会差了。但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啊，装在这里面的可是个人呐，尤其是这个人还往往面对的都是非常极端的条件，比如高温和孤独。于是给他提供温度调节和远程通信，也就成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了。在紧贴皮肤的诺梅克斯纤维层里面呢，还植入了毛细水管网络，这些水管与一个2升容量的储水罐相连，将冰冷的水通过水泵送至防爆服的各个部分，起到冷却的效果。不知道头盔里面是不是也有啊？因为在考虑到底要剪红线还是剪蓝线的时候呢，保持头脑的冷静很重要啊。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是，这里至少有一个可以续航5小时的通信系统。孤独的时候呢，可以聊聊天；剪线的时候呢，可以呼后援。基本上这就是一件价值20多万人民币的防爆服的全部了。
过去10年中呢，由于中东等地的武装冲突频繁，防爆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也因此能够在很多的影视作品，甚至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它的身影了。最后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防爆服它在手部的位置是没有任何防护的，这有点不合逻辑啊。按理说，手是直接接触并操作拆弹的，应该要得到特别的保护才行啊。怎么反而是在裸奔呢？我们换个思路来理解一下啊。拿汽车上面的被动防护和主动防护来类比，防爆服显然是起到了被动防护的目的，就是一旦不可避免真的发生了爆炸，才被迫发挥作用的。而拆弹专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拆弹而不是炸弹嘛，这就相当于是在主动的防护了。在这里呢，主动防护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手眼之间的灵活配合了。所以既不能戴上像宇航员那样的笨拙手套，也很难用 AR 来代替自己的双眼了。成功的主动防护能够直接避免启动被动防护，当然是更为优先的选择了。这个咱们应该都能明白吧？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AK-47 有效射程300米，子弹初速710米每秒。不过那是在空气当中，如果把它放到水里面扫射，它能打多远呢？不会超过2米远。为什么？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800倍。你能体会到船它有多难了吧？在阻力如此之高的地方前进呢，难怪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脑袋削得尖尖的了。但不对啊，我看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在很多大船的船头下方居然突出了一个看起来又圆又笨的东西。在我看来呢，它不仅拉低了整体的颜值，而且难道不会拉低船头的流线造型，让原本就不小的阻力进一步的增加吗？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释，今天它来了。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船头上凸出来的一块东西叫做什么名字，有什么样的作用，而这样的作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好，先来说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做船鼻手，或者叫做球鼻手，都很形象啊。毕竟这么凸出来的一块呢，确实是很像船的鼻子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船头上装上它了？先来说结论啊，它跟我之前想的恰恰相反，不仅不会增加船的阻力，反而还会降低船的阻力。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来看一艘没有船鼻手的船在水面上前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本质上，当一艘船在前进的时候呢，它是在推着前方的水一起前进的，所以首当其冲，船头部位面临着最大的阻力，同时也把这里的水推到最高的位置。接下来这部分被推高的水必须要流到某个地方，于是它只好沿着船身侧面往后往下流去，进而就形成了一个遍及整个船体的上下起伏的波浪，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坏处。我们都知道啊，阻力的大小是跟接触面积有关的，接触面积越大呢，阻力也就越大。而当这部分沿着船身侧面往后流动的水震荡起伏的越厉害的时候呢，它跟船身之间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了，所带来的阻力也就变大了。这种阻力叫做心波阻力，它不仅会消耗掉更多的燃料，也会拉低这艘船的最高航速。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啊，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经制作了一部关于玛丽皇后2号邮轮的纪录片，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这艘造价8亿美元的邮轮，在其总体设计已经定下来的情况下呢，航速却没有达到要求，最高只有20多节。而订货厂商的要求是，该邮轮在平静海面必须具有接近或者超过30节的航速，要保证它能够在6天内横渡大西洋，从而具备无法匹敌的竞争力。然而，此时的邮轮动力推进系统已经开工，没法再额外增加功率了，这个愁坏了邮轮制造厂商。最后，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的设计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玛丽皇后2号船头前面的那个突出物加长了2米，然后问题就得到解决了，邮轮航速终于超过了30节。可见船鼻手在降低阻力方面堪比魔法啊！但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来解释它呢？有2种解释啊。一种解释是，当我们把一个球状的物体放到水下移动时，由于球前方的水体受到挤压，所以压力上升，从而使上面的水面隆起，而到了球的后面，压力下降，水面也就被拉了下来，碰到船头后自然也就不会涌起太高的波浪了。另一种解释是，船鼻手所产生的波浪能够跟船头其他部分产生的波浪相互抵消，就像是你让一个波正好跟与它的相位相差180度的另外一个波叠加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个波都消失了，从此变成了一条直线，浪直了，阻力变小了，油耗变低了，速度变快了，谁不高兴呢？难怪我们现在可以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船上看到造型各异的鼻子，它们有的前身较长，前端较尖，横截面呈现出圆形或者椭
椭圆形，浸在水里面的深度也较大，叫做撞角型船匕首，通常用在低速丰满的船型上面，满载和压载时的降阻效果都很好。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收敛的船匕首呢，叫做水滴型船匕首，它出现的最早特征是体积较小且集中于船头的中下部。这种船匕首有利于减小设计水线的径流角，多用于中高速的船上。还有一种船匕首叫做 SV 型船匕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使用，其特征是整个船首从侧面看起来呈现出 S 型，而匕首下部的横截面呢，则呈现出 V 型，适用于手部剖面呈 V 型的船，在较宽广的速度范围内均能降低船体的阻力并提高推进效率，还能显著减小船首底部与海浪之间所产生的撞击力，专业术语叫做抨击，从而避免了结构变形与破损，增加了安全性。此外SV 型船匕首还有较好的破冰性能，所以用在破冰船上错不了。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船匕首，我就留给大家来帮我补充吧。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用到了，跟这个工作原理一模一样，但是却比它又更离我们亲近一点的一样东西，你猜到了吗？降噪耳机。因为声音也是一种波，为了抵消耳机外传来的杂音的声波呢，降噪耳机会主动制造出一个跟它的相位完全相反的波，去抵消掉它，是不是像极了传匕首的角色呢？不知道当初第一个发明了降噪耳机的阿尔玛博士有没有受此启发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二战中的防空火力打下一架飞机平均需要发射多少枚炮弹呢？这是一份来自美国海军二战防空作战纪要中的统计数据，其中包含了5英寸高频两用舰炮、3英寸速射炮和40、20毫米机炮等常见的防空火力。剩下的还有一些轻机枪的数据由于它们一般只是打酱油用的，所以我们暂且把它们忽略掉。最后这列数据就是打下一架飞机平均要花掉的弹药数了。我们再来把5英寸、3英寸、40毫米、20毫米火炮的数据平均一下，就可以得出打下一架飞机需要花费1666.4枚炮弹，是不是很夸张啊？当然这只是美国的数据其他国家的数据呢没有这么详细，但可以猜到应该会更加夸张。好，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张表，里面有2个数据是比较有意思的。你看这2个都是5英寸的舰炮，为什么第2个的击落数据就要比第1个好这么多呢？几乎只用了一半的炮弹就能够轰掉一架飞机。关键就在于 VT 这2个字母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估计很多人已经猜出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了，那就是美军在二战中开的第2个外挂——防空火炮上的无线电近炸引信。当然我们今天不光讲它，顺便把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引信讲一讲。跟小口径防空炮不一样，大口径防空炮打的一般都是高空目标，所以炮弹在从炮口飞出来到敌机所在的高度时，是需要飞过较长的一段时间的。一般可以这样来算，每上升1000英尺，也就是304米，大约需要花费1秒钟的时间。如果它的防御目标是高达27000英尺的敌方轰炸机编队的话，光是炮弹的飞行时间就要用掉27秒了。在这27秒钟，敌机又前进了一段距离，所以肯定要打提前量，但提前量这么大，想要直接命中谈何容易？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口径防空火炮上装着的都是定时引信，不管有没有碰到目标，只要到了一开始设定好的时间就会炸，至少增加了靠破碎的弹片击中目标的概率。于是，在使用定时引信时，就需要先准确计算或者是预测目标的高度和速度，在发射前先设定好炮弹的延时起爆时间。电影《狂怒》中就有个坦克炮的例子。那么定时引信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基本上有2种方式。早期的药盘式定时引信和后来的钟表式定时引信。药盘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传统火药引信的变体，引信里面火药烧得越长，起爆的时间也就越晚。我小时候放炮时怕把自己炸到，就试过把很多根鞭炮上的引信串起来变成一根很长的引信，结果就是原本500响的鞭炮最后只响了1声，当然花的时间还是一样的。药盘式引信肯定不能这么干了，它呢就像是上下错落摆放的几层蚊香。蚊香原本烧一圈是有个固定时间的，但我们也可以不从蚊香的头部烧起嘛，从离尾巴越近的地方烧起，自然烧完的也就越快了。炮弹上是这么安排的。打开药盘式引信的头部，有一根下面带着弹簧的撞针，炮弹被激发出去之后呢，撞针会在惯性的作用下后坐，撞击火帽点燃里面的火药，而这里的火药通过这个孔连着第一层的药盘。
药盘烧完1圈之后呢，又从另一边的孔继续烧到第2层。同样，第2层的药盘也是有1圈，并且在尾部通过小孔连到第3层。第3层也是这样烧完1圈，最后可以传到引爆炸药的雷管里面了。我们可以通过转动这几个药盘来设定火药传到它们那一层时燃烧的起点。为了直观一点，我用一根绳子来代表火药燃烧的长度，来看看最短和最长的差别有多大。可以看到，这个长短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它其实就是起爆时间的差别了，简单好用。但是也有缺点啊，一个是火药容易受潮变质，二个呢是随着高度的快速上升，气压的变化会影响火药燃烧的均匀性，这两者都降低了药盘式引信的稳定性，所以后来它就被更精密也更准确的钟表式引信给取代了，虽然也更贵啊。所以呢，这个我就没有模型给大家演示了。要是你实在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箱倒柜后自己拆一个老式的机械式闹钟来看看，原理上是一样的。好了，定时引信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杀伤率，但作用也很有限啊。如果设定有误，炮弹就算准确对着目标，也会因为过早或者过晚起爆而错失了立功的机会。难怪在1944年美军的5英寸防空炮里面，每1157个里面才会出现一个幸运儿。但同时期采用无线电近炸引信的炮弹呢，就厉害多了，只需要花上421枚，就能够干掉一架敌机，杀伤率几乎是前者的3倍。它是怎么工作的？在无线电近炸引信里面装着一台微型多普勒雷达，它带着一个小天线以及真空管振荡器。当被发射出去之后，就会持续向外界辐射出无线电波。如果附近出现目标的话，无线电波就会被反射回来。此时呢，多普勒效应就开始发生了。它会在引信的接收器内产生一个信号，随着目标越来越近，多普勒效应造成的频率偏移也越来越大，信号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了。当这个信号超过了一定的阈值之后，便会引爆炸弹，从而利用破片和冲击波对附近的目标造成伤害。美国军舰上防空炮发射的装有无线电近炸引信的炮弹，可以在距离敌机约20米处爆炸，既不用事先测距测速，也不用拿个扳手给炮弹定时，效率大增。当然瞄准还是需要测距测速的啊。所以总体上看，美军防空炮火击落的敌机中，由近炸引信炮弹击落的是普通引信炮弹击落的6倍。特别是战争末期，日军发动神风敢死队进攻美国军舰，多亏了有近炸引信，才让美国海军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为此呢，美国海军部长不无得意地说，近炸引信帮助我们一路杀到日本。当然，我们也应该很庆幸科技力量强大的纳粹德国没有研发出无线电近炸引信，否则英美对德的战略轰炸将会失败，二战的进程很有可能会反转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的这枚药盘式引信模型也完成了它的演示任务，该把它送给谁呢？看看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的表现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为了降低开枪的噪音啊，我们发明了消音器；为了降低开炮的噪音呢，我们升级了消音器。好，那么其实飞机起飞时喷气发动机的噪音它也不小啊，能不能也给它套个消音器呢？实际上有的，只不过呢，这已经是一项过时的技术了啊！它只针对从前那些噪音大得惊人的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通常会将这个消音器，正确的名字叫做静音套件，挂在发动机圆菊花的后面，成为这些样子。好，那么它是怎么降噪的？为什么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需要它，而现在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就不需要它了呢？咱们今天呢，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想要搞清楚这一点，咱们还得首先知道啊，这些喷气发动机的噪音究竟是怎么来的。简化之后啊，它有2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来自于外部，一个来自于内部。咱们先说外部的啊。就是它的排气了嘛，因为这些通过了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机组成的发动机核心的空气呢，在最终来到排气口时，仍然是非常的炙热的。尽管我们的目的毫无疑问就是想要把热能和压力能尽可能的从这些空气当中提取到涡轮上面，但事实是根本就是办不到的。它们此刻啊，至少还有400摄氏度的高温呐。于是，当它们以极高的速度被喷射出去之后呢，这些废气当中的热空气分子就会和发动机外面的冷空气分子发生剧烈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就造成了对气流的剪切作用，让压力波得以产生。众所周知啊，声音正是一种压力波了，这就是排气噪音了。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排气噪音呢？你要么能够让排出的废气的温度变低，要么就得要降低排气的速度了嘛。
但这两者从喷气式发动机的标准工作原理上看，似乎都是无法实现的嘛。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要加个外挂了，自己实现不了就请帮手呗。实际上，静音套件长成这样，很像是一半一半的花瓣啊，它起到的是排气混合器的作用了。通过将这个玩意儿套在发动机的喷口后面，就能够让通过发动机核心的热空气和周围的冷空气更加均匀的混合，减少剪切效应，抑制压力波的产生，从而带来降噪的效果。虽然嘛会让飞机增重不少，但成效还是显著的。哎，你看这架湾流在用静音套件的前后，其制造的噪音还是差别巨大的啊。好，以上呢是外部的噪音，它可以通过静音套件来缓解。那么下面的内部噪音就不是一个静音套件能够解决的事了啊，它产生自压气机及定制叶片和转子叶片对内部空气流动制造出来的压力波了。为了让空气以正确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到压气机，让转子叶片拥有最佳的攻角，产生最大的效率，往往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第一级压气机前面都会安装一些固定的叶片，叫做入口导向叶片 （IGV）。这个 IGV 嘛，当然也是个双刃剑啊。它一方面为压气机叶片提供了更有效的气流，但另一方面呢，它也将迎面而来的气流四个稀烂，让它们产生巨大的脉冲波。嘿，这又是一个压力波了。所以噪音往往是强度极大的噪音，因为压气机实在是转得太快了嘛，就从这里发了出来。好，那现在怎么办呢？哎，以上两种噪音在现代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上面呢，都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因为一方面啊，高涵道比发动机通过前面的大风扇，让没有经过核心加热的空气从旁路来到了喷口，实际上呢，就能够很好的帮从核心排出来的热空气降温了。两者混合均匀后再一起喷出，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噪音产生了。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还要再进一步，通过使用像这样的锯齿状喷口，进一步的提供降噪的效果。哎，这个东西啊，咱们以前是仔细讲过的，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啊。而另一方面，虽然对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来说，其压气机的前面还是有 IGV 的，但由于在 IGV 前面有一个巨大的不带 IGV 的转速还相对慢很多的大风扇，所以也让脉冲波的产生减弱了一些嘛。整体上面呢，就使得现代科技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比以往小了很多很多了。于是你再看那个外挂的套件啊，在哪儿都很难再见到它了。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啊，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啊，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四氧化二氮了。这两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两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四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二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试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啊，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啊。当然是一次性的。雷鹰9号上面的梅林1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
是的啊，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10年70亿2架。这大概是人类造过的最贵的飞行器了啊！不，自信点，平均下来35亿美元一架，它就是史上最贵嘛。它们是 RAH-66科曼奇，美国陆军魂牵梦绕了很多年的隐形直升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苏联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假想敌。尽管不到10年以后，这个敌人就会倒下，但那个时候有谁会知道呢？所以抓紧时间造出更先进的武器是个相当符合逻辑的策略嘛。美国陆军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拿什么来替换掉自己有点过时的直升机了。确切点讲，是拿什么来替换 AH-1眼镜蛇和 OH-58奇奥瓦，一架负责攻击，一架负责侦察。这个是当时普遍的战术啦，先用侦察直升机来找到敌人的坦克纵队，然后再派出攻击直升机去实施攻击。替换 AH-1眼镜蛇的 AH-64阿帕奇，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找到能够替换奇奥瓦跟阿帕奇一起打配合的侦察型直升机了嘛。
不过这个时候呢，情况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一样东西它的出现啊，极大的就刺激到了陆军了。它就是空军的隐形战斗机 F117了。陆军一看，哟吼，隐形，这可是个好玩意儿啊！你空军能用，咱陆军怎么就不能用了呢？于是他们就要求咱这下一代的侦察型直升机也要是能够隐形的。而且既然都能隐形了，那干脆攻击的属性也要给它加上呗。要既能侦察又能攻击，最好这2样还是能够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才好呢。这就是科曼奇诞生的前提了。本质上，它还是一架偏重侦察的直升机，但是在找到目标、报告方位、等待更多阿帕奇加入战斗之前，它仍然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要动手的目标，成为一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黄金队友嘛。当然，可想而知你要想让一架直升机隐身，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一个团队 hold 不住，那就2个团队合在一起开发呗。波音和西科斯基，就这么绑在一起了。在收到陆军开出来的第一张28亿美元的支票之后呢，科曼奇的诞生之路正式开启了。咱们先来说好的有了固定隐身平台 F117的经验与教训波音西科斯基团队呢，在把科曼奇的机身做成隐身上面，倒是走了不少的捷径首先，他们知道要利用那种为夜鹰营造出神秘视觉轮廓的带有多变角度的雷达反射表面。同时，他们还知道这些表面本身呢是由能够吸收雷达波的复合材料制作而成的，以进一步减少雷达反射截面。另外，这架隐形直升机的排气方式还别出心裁是通过其被遮蔽的尾部来进行的，连红外特征也给隐藏得很好。综合起来，据说其雷达截面只相当于要被它取代的 OH58奇奥瓦的250%，而红外特征呢也只是后者的25%，就使得它既难在雷达上被发现，也很难被那些利用红外引导的巡热导弹所击中了。这个升级看起来真不是一点点好，机身隐形了，那旋翼呢？都知道那玩意儿就是一个巨大的噪音制造器嘛。你如何才能够让它既保持高速旋转，提供良好的升力，同时又要避免夜间在划破音速之后产生音爆呢？这中间的确是很难拿捏波音西科斯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种向下倾斜的特殊叶片造型。虽然飞近了还是能够听得到，但据说其旋翼发出的声音已经减少到了传统直升机的1半左右了。至少这就意味着，在它接近你之前呢，你所拥有的准备时间就变得更少了。最后，为了实现侦察和防御目标，一整套的雷达预警系统、电子战系统、先进的数字座舱系统以及箔条和照明弹欺骗系统、凯夫拉复合石墨的防弹装甲，通通都给装上了科曼奇，让雷达发现不了它，导弹瞄准不了它，就连你仅剩下的重机枪在对着它突之后呢，也突不穿它的装甲，相当好狠。可人家却可以对着你嗖记住科曼奇的本事呢，不仅仅只是隐身它的火力也被隐藏其中。在打开机身两侧的弹药舱之后呢，6枚挂在支架上的地狱火导弹就现出了原形了。一门20毫米的 XM301 3管加特林机炮也适时的从机身里面就伸了出来。这还只是它比较保守时的状态要是已经取得了空中优势了，换句话说就是咱现在不用跟你玩躲猫猫来隐身了，就大大方方的挂着导弹来轰你，还可以外挂支架，再带上8枚对地的地狱火或者16枚对空的毒刺，可谓是文武双全好了，奇怪吧？这浑身上下全是优点，科曼奇怎么就从来没有服役过呢？因为它的缺点也很多嘛。下面他们就都来了首先是隐形外观造成的麻烦了这种多棱角的造型呢，也许对雷达波的扩散和干扰非常友好，但是却对飞行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友好。F117为了克服它，用上了一套非常先进的飞行计算机。先进等于贵嘛？那贵就贵咯，能不能把 F117的飞行计算机直接扒下来用呢？不行直升机可不比固定。说反了，是固定可比不上直升机难直升机天然就是一个不容易稳定的玩意儿嘛，有太多的力需要去平衡了。在好不容易才实现现在的俯仰偏航和滚转等操作之后呢，还要常常面对地面效应、涡环状态等等既复杂又危险的情况，飞行计算机的设计可要难得多另外，雷达吸收涂层的维护也是个噩梦它几乎需要在每一个飞行架次之间重新涂装。因为地面上的灰尘、沙子和碎片呢，对它而言都是灭顶之灾从后勤角度来看，拥有一架能够完成所有任务并能迅速隐形的直升机所带来的好处，已经被项目成本和维护需求统统给抵消掉了。空军现在是躲在背后偷着乐你陆军不是就是想要隐形吗？现在你知道了昂贵、精确、零误差。
不是开玩笑的吧？所以在花了10年时间烧掉70亿美元，只造了2架原型机之后呢，科曼奇项目最终在2004年被彻底取消了。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所以看起来科曼奇的失败是由昂贵的开发成本和漫长的开发周期所导致的咯？不全是，其实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给它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的是它无人机。它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瞄得更准，在战场上游荡的时间更长，执行一次任务就可以侦察比以前多得多的区域，既更难在空中被发现，还完全不会给飞行员带来风险。所以总结到最后呢，之所以科曼奇被取消，就是纯粹简单的它不再被需要了。你猜到了吗？潜艇上有没有窗户？这个问题得看你问谁了。俄罗斯会说有啊，你看咱们潜艇的舰桥上不都是带有窗户的吗？但美国人会说潜艇怎么会要窗户呢？多此一举啊！他们的潜艇的确是不带窗户的，所以为什么？首先，不管舰桥上带不带窗，在潜艇进出港口浮在水面上航行时，都是需要上人去盯一盯的。美国它不带窗，那就直接站到顶上的平台上吧，吹着小风欣赏海景也是很不错的。谁让它的港口都在气候舒适的地方呢？但俄罗斯就不一样了。首先，它的港口位置没那么好，每次出入港都需要更长时间在水面航行才行。其次啊，这里的天气通常都比较恶劣，不是天寒地冻就是疾风骤雨，让船员直接站到露天有点过于不近人情，对不对？所以就干脆把顶上封闭起来，让他们待在舱内，通过这几个窗户向外观察好了，是一个有温度的设计。不过你看这些窗户好像一点都不皮实的样子嘛，而且的确就只是用一些类似于聚丙烯的塑料来制成的，潜下去之后怎么扛住水压呢？好吧，它不用扛，因为到时候内外水压是一样的。这些带了窗户的舰桥位于非耐压壳里面，潜入水中后呢，会直接泡进水里，等上浮把里面的水漏干之后，船员才会再次进入。当坦克太重会压垮要过的桥时该怎么办呢？德国的天才工程师们呢，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坦克变潜艇，让它直接从水底下过河。所以你别看这项技能俄罗斯的坦克也在用，但其实最先享受到的其实是2战时期的虎式。在切换到潜艇模式之前呢，坦克上所有的舱门都必须要关闭，主炮也被升至最高，然后还有通风口啊。比如豹一坦克上呢就有多达17处，他们也务必要一一密封才行。最后就是要在炮塔上拧上一个通气管了，它可以同时为里面的成员和发动机提供空气。尽管这一通操作下来也要花上不少的时间，但总是会快过搭建临时的桥梁嘛，所以还是划算的。但你看啊，虽然俄罗斯把作业抄了过去，却把这根通气管的直径呢缩水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啊，区别在于2处。德国人的粗管子里面呢是可以钻人的，意味着当它潜渡时是可以通过把人放在管子上临时充当驾驶员的眼睛的。而俄罗斯嘛，既然喝了伏特加都能开飞机，那闭着眼睛过河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二点啊，如果潜水的时候漏水或者是发动机熄火，坦克动不了了，德国的坦克兵呢好歹还能从通气管里面爬出来逃生，那俄罗斯的坦克兵呢只能靠带着临时氧气瓶等救援了。虽然说是能够让士兵们撑上2个小时，但实际上在2019年发生的一起演习事故让我们知道它实在不怎么靠谱啊。保持炮管干燥看起来是一件挺重要的事，但早期潜艇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因此甲板炮就成了标配。水面打起来一时爽，可到了要下潜的时候，这些甲板炮怎么办？如何才能保证它们的干燥呢？答案是各有各的招。美国人一开始觉得甲板炮这么金贵的东西，下潜时当然是要收回来，装进一个水密舱里面，始终保持它的干燥呀。于是在以试验为目的制造出来的 M1 潜艇上，它的3寸口径小巧甲板炮就是这样设计的，既可以升起来架在甲板上提供火力，又可以收起来整个装到位于甲板下方的水密舱里面保持干燥，可以算得上是精心呵护了。等到了制造 L 级潜艇时呢，收缩的概念依然保留，只是形式略有变化，不再是整个密封了，而是把它竖起来，只让后膛缩回甲板下方，炮口和炮盾则留在了外面。而且你看我说为什么炮盾要做得那么圆鼓鼓的，原来它还得不时扮演一个水密舱盖的角色啊。
不过甲板炮的好待遇呢，到此就结束了，因为它毕竟不是装饰嘛，是要讲究战斗力的，是要求大口径和大倍镜的嘛。于是块头大了，自然也就缩不回来了。这个才是潜艇甲板炮的常态，始终要留在甲板上。于是这些炮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耐腐蚀的金属来制造，能用铜的地方呢就用铜，因为它可以完全裸露出来而不做处理嘛。不能用铜的地方就涂上厚厚的防锈漆，再抹上粘稠的油脂，同时保持极高的保养频率，以此来尽可能的缓解海水的侵袭。然后如果下潜前来得及呢，就用根塞子把炮口给堵起来；如果实在来不及嘛，那就直接下潜也没问题，大不了炮管换得轻一点就可以了，还不用担心开炮时忘了取下塞子引起炸膛呢。你看这张照片啊，管子上的孔是不是特别多？那就是为了快速排干里面的海水的，说不定偶尔还能意外收获点海鲜呢。战列舰上的巨炮寿命很短，在大约300次全装药的发射后，炮管的磨损就来到了极限。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设计精度与操作安全都将显著下降。乍听起来300好少啊，但是考虑到它发射的是这种也许比你的腰还要粗的炮弹，能挺这么久也是够厉害的了。所以它再贵，你再心疼也是要换的嘛。不过呢，实际情况却是它根本从来就不会换。那海军是如何解决炮管磨损的问题呢？很简单啊，他们为了省钱，当然也是为了解决材料和工艺水平不够的问题，其实是把一根炮管分成了好几个管子来单独制造的，最后再组装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模型来举例，炮管的外层管你打多少发都是不会换掉的，而这里面的一层就是刻上了膛线，与弹丸和火药直接接触的一层，叫做衬里。在磨损之后呢，确实是需要换掉。你看这样操作下来，是不是就比整个换掉炮管要省钱省事多了呢？但问题就来了，你看它俩咬得那么紧，是怎么被套在一起，又是怎么被分开的呢？他们使用了一种称之为热缩装配的手段。在加工厂里面有一个能够将舰炮竖着放进去的深坑，里面装满了加热装置。组合时呢，先将外面的套管插进去加热，使其膨胀，于是它的内径就稍稍扩张了。与此同时啊，衬里却被循环的冷水冷却着，外径收缩了，这样就能够将它顺利的插到套管里面。等就位之后，关掉热水，抽取冷水，两者都回到了常温，一张一收，自然咬合的就异常紧密了。同理啊，想要分开它们呢，一样的过程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冷水灌进去，小太阳烤外面，利用自然的魔力，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啊！把一段铁轨裹在身上是什么感觉？法国人可以告诉你啊，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坦克的东西，干什么用的呢？可以踏平铁丝网，碾过壕沟。这两样东西啊，可是开创了人类战争的新格局啊！而法国人呢，差一点就用他们不着边际的脑洞给破解了。1914年，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路易斯·博伊拉特呢，凭着自己积攒了20年的铁路设计经验，制造出了一台可以永远开在轨道上的奇怪机械。它左右各有6段连续的轨道，中间则套着一个三角形的动力核心，通过一系列的轮子和链条，80匹的马力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核心输送到轨道，使它缓缓前进，稳稳的压平铁丝网，轻松跨过壕沟了。在战场上啊，那就是畅通无阻啊！要是用它来打头阵，后面再跟上步兵，岂不很快就能干到敌人的老家了？想的是挺美的，但博伊拉特忘了给它加上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装甲。你看啊，它就是那么镂空着的，谁开着它呢，谁就要第一个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再加上其无力吐槽的每小时1.6公里的龟速和几乎不能够改变方向的转向机制，法国战争部说咱还是算了吧。但博伊拉特还想要搏一把，于是开发出了第2个版本，它更紧凑，更轻盈。关键是驾驶室终于有了装甲的包裹，也终于能够比较方便的转向了。虽然转弯半径也达到了夸张的100米，好吧，这一下战争部能够看上了吧？抱歉，陆军说你那点本事呢，我找一条毯子就搞定了，速度还不知道要比你快多少倍呢。把材料省下来造枪吧。英国人在2战时呢，发明了一枚奇怪的炸弹，美国人看到觉得不错就拿回去，想把它变成自己的，结果玩大了。这枚炸弹呢叫做跳弹，由英国工程师巴恩斯·沃利斯发明，旨在对付德国的大坝。
你想，大坝拦起了大量的水，如果将它破坏，不仅能够制造洪水来扰乱对方的阵脚，还能使对方缺水断电，连战争工厂都得停工歇业了。所以英国人一早就从战略和科学上研究过了，而德国人呢，也早就想到，你肯定是在打我水坝的坏主意了。于是关键就来到了。会用什么方式来炸水坝呢？首先啊，水坝很结实，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它必须是一枚大炸弹，而且呢，还得从水下的一定深度贴着大坝爆炸才行啊。那就完全排除了高空轰炸，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扔不了那么准嘛，也几乎排除了低空突袭，因为神风敢死队那是日本人才干得出来的，那就只剩下从水里面发射的鱼雷了。这个好办，德国人于是就在自己大坝前的水里面呢，统统织起了防鱼雷网。现在妥了吧？但是他们忽略了一条，英国人爱打水漂嘛。工程师巴恩斯呢受到启发，觉得如果我的炸弹也能够打水漂的话，那么只要让它一路沿着河道打着水漂从水面上跳着过去，等到了水坝门口再沉下去炸开，不就好了吗？于是啊，他就利用所谓的马格鲁斯效应，设计出了这个在投出去前呢，用快速后旋来抵消掉一部分的重力，以便在轻触水面后跳起来，一直蹦个不停的跳弹了。当然，它的投掷要求也不低啊，必须要算好速度、算好距离、算好高度，尤其是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水面投出去的。第一次战例，1943年5月，针对德国鲁尔河谷水坝的袭击，代号惩戒行动，以40%的战损勉强算是获得了成功。也的确是给德国人制造了恐慌，所以美国人才看上他了嘛。结果呢，当他们想要挑战新低的时候，是新的低空投掷记录，离水面只有不到3米，投下的跳弹立马就弹了起来，打在了还没来得及飞走的 A-26入侵者轰炸机的尾巴上，直接就把整个飞机的屁股给撕裂了。之后机身重重的栽进了水里面，导致4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于是美国人就再也不碰这个玩意儿了。